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入。大家有冇發現近期一個奇怪嘅現象？當股神巴菲特咧都開始拋售 SPY 同 VOO 嘅時候咧，散戶咧嘅槓桿比率咧就居然加到爆喎。今集咧我哋就為大家揭開呢一連串嘅真相，同埋一啲熊市嘅保命錦囊。你可能都留意到啊，根據 FINRA 嘅 margin 統計啦 ，MultPL 嘅 Shiller PE 數據啦 ，Barron's 嘅 PE 啦，甚至連被稱為呢個巴菲特指數嘅 Market Cap to GDP 數據咧，再望望而家債券市場嘅息率，都好似話緊俾我哋聽一個不容忽視嘅事實。依家美股風高浪急啊，市場動盪嘅氣息無處不在。咁樣喺呢種跌市嘅環境之下，我哋散戶應該點樣保命呢？甚至乎係逆勢而上呢？喺接住落嚟嘅時間，我就同大家分享幾個喺跌市嘅保命方法啦。從分散投資、定投策略到點樣去揀一啲防守型嘅資產啦，同埋保持足夠嘅流動性咧，每一招咧都可能會成為你喺市場波動中穩健前行嘅法寶噶噃。如果你都擔心市場上面嘅風險，想知道如何喺大跌市中保住自己嘅資產，咁就千祈唔好錯過今日嘅分享啦。我哋而家就一齊深入討論，學習一下點樣喺呢個風險四伏嘅市場裏面打造自己嘅安全網啦。Let's talk about the speed with which we are watching this market deteriorate. We're down over 16%. Dow at the same time has fallen about 18%. We're just getting hammered this morning. We're down by between 3 and 4.5% generally across these markets. CBS News business correspondent Ray Brady looks at this devastating day for the market. 以上嘅數據全部都指向同一個問題，究竟而家嘅市場嘅泡沫有幾嚴重？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下熊市嘅5招保命術，幫你盡量避開呢個大跌市嘅風險，甚至有機會可以趁低吸納優質嘅資產嘅喎。如果你而家仲 all in 緊同一類資產，咁我就問你啦。如果聽日市場崩盤，咁你點算？嗱，咁我哋就試下模擬兩個 case 啦。一個就係而家揸住50% 股票，一半係美股，一半係港股，30% 債券，11% 黃金同11% 現金。第二個 case 就係100% 重壓呢個科技股。咁如果市場上面真係有震動之後會點呢？雖然股票跌啦，但係債券咧、黃金嗰方面咧嘅幅度咧就冇股票市場咁誇喎，損失嘅方面咧相對比較好啲。另一邊廂，如果你係持有一啲非常之高波動率嘅科技股咧，有陣時跌起上嚟咧真係跌50%咧，一啲都唔出奇。咁帳面就蒸發咗一半資金啦，咁就真係會非常之絕望噶啦。睇到呢度就會明白呢個分散投資係幾咁重要啦。咁點樣先係真正做到分散投資呢？咁既然頭先我哋講開巴菲特，咁我哋不如就用巴菲特嘅投資組合開始講啦。佢而家雖然都仲係持有呢個 Apple 為之多，咁但係亦都會持有其他股票喎，例如銀行啦、能源啦、消費類型嘅股票，例如 Coca-Cola 啊、雪佛龍啊。而現金流咧亦都超過1000億美元啦，跌起上嚟啊，隨時都可以低位執平貨添。你都見到巴菲特唔會淨係買一種股票㗎，佢持倉裏面有金融科技必需品，同埋有大量現金添。咁所以咧，熊市嚟到，佢永遠都有子彈。咁所以真正做到分散投資係點呢？股票、美股或者一啲其他地方嘅股票啦，行業又要分散啦，例如科技、消費、金融都各自有啲。債券方面，可能以美國國債為主啦。咁亦都可以留意下，其實究竟有冇啲公司其實嘅業務比較穩健，啲公司債都可以提供穩定嘅收益呢？再去到大宗商品或者黃金方面啦，咁可能喺呢個通脹比較高嘅時候，股票下跌嘅時候呢，表現得可能有時都會做得比股票市場好嘅喎。再加上咧要保持一定嘅現金啦，保持一定嘅流動性，確保熊市嘅時候咧有資金去加倉啦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好似喺2008年嘅金融危機啊，如果你有50% 股票、30% 債券、11% 黃金或者11% 現金咧，已經可能比呢個純股票組合咧已經損失少成40%有多噶啦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只係買一種資產咧，就等於用一條繩綁住自己條頸，熊市一嚟你就 game over 噶啦。所以第一招嚟個總結啦，唔好 all in 單一市場啦，股票、債券、黃金、現金都要合理分配，同埋可以參考下股神嘅持倉，學習一個長期穩健嘅策略啦。分散投資啊，就係跌市嘅最佳保命法啦。咁究竟你而家嘅投資組合係點樣嘅呢？好啦，唔知第一招幫唔幫到你？咁我哋就嚟下第二招。定期定額咁去投資啦，好多人都會發現跌市嘅時候又唔敢買，咁定期定額咧就可能幫你解決到呢種恐懼啦。咁定期定額係咪真係穩賺不賠啊？咁我哋就睇下之前嘅數據啦。定期定額雖然可能中間面對住一啲大跌市，例如好似2008年啦、2020年嗰啲咁嘅時間咧，但係如果你睇翻5年、10年一路做住定期定額，去到呢刻嘅收益咧，你都發現會係唔錯嘅喎。咁當然啦，有陣時都會行一個比較長啲嘅熊市，但係如果總體嚟講拉長10年、20年嚟講咧，呢個定投定額策略都非常之有效嘅。如果我話跌市嗰陣，未必係最應該係咁賣出股票，反而係定時定額咁樣去買股票，會唔會係有啲傻呢？
咁定期定額係乜嘢呢？定期定額咧就係即係咧唔理市場嘅高低，每個月咧固定投資同一個金額。咁做兩個好處嘅，一個就係減低市場嘅波動對你情緒嘅影響啦，因為咧就唔使擔心入市時機啦。第二就係自動買入更多低價資產啦，平均成本更低啊，因為跌市嘅時候咧同一嚿錢可以買翻多啲嘅貨，咁所以咧你就會喺低價時候自然可以買得更多低價啲嘅資產啦。咁我哋又嚟比較一下啦，究竟如果兩個 case 會點啦？第一個 case 就等佢跌到最低點先入市，但係因為驚一直等，最後市場反彈咧錯過機會啦。第二個 case 每個月咧就固定投資可能1000蚊美金，無論市場升跌都堅持，結果咧就喺低點嘅時候咧就買到更加多嘅股份，回報就更加高喎。咁所以話咧等個底咧有陣時咧等嚟等去都等唔到，等到佢係真係做底升翻上嚟，你又未買到，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。咁我哋又睇翻呢啲數據咯。如果喺2008年每個月用1000蚊美金去投呢個 S&P 咧，其實2020年嘅回報咧超過300% 㗎啦。如果2020年啦 Covid 嘅時候分批買入咧，咁亦都喺短短2年咧就已經利潤翻倍㗎啦。咁因為咧其實咧美股過去100年咧每次大跌之後咧都創新高嘅，咁而投資長期回報率咧差唔多去到成8至10% 左右。數據講到，如果你早20年開始咧，每個月都定投可能1000蚊美金 S&P 咧，可能你一粒坐擁幾百萬，已經唔使喺度諗究竟幾時要抄底㗎啦。咁究竟定投策略咧適合啲咩人咧？其實定投策略咧就適合一啲冇時間睇市嘅人嘅。咁可能有啲人咧跌10零20% 咧就可能會加大嘅買入額，咁就適合啲高風險承受嘅能力啦。咁有啲係大跌中意抄底嘅，跌到3-4成咧再加買多啲嘅。咁呢啲人咧就可能本身咧要有一定現金儲備。咁如果你真係手痕想抄底咧，冇一次過 all in，你可以咧用呢個定投定額啦，再加埋呢個大跌嘅抄底法咧，確保咧唔會彈盡糧絕先。咁所以話咧，一係就做精明嘅投資者，一係就做情緒化嘅散戶，呢個你就自己揀啦。咁我哋嚟講下定投定額有咩好處？分散風險啦，避免錯過低點啦。第二就係減低心理壓力啊，唔使睇市喎。第三，長期回報穩健啊，熊市反彈時候回報更高。咁唔知各位有冇做過定投定額咧，或者買緊邊隻資產呢？其實定期定額咧，可能咧反而係最簡單保命嘅方法嚟嘅喎。咁究竟你哋會咁樣做啊，定係繼續買美股、加密貨幣或者其他啲高風險嘅資產呢？咁之後我哋就嚟講下究竟有啲咩股票喺跌市嘅時候有防守性啦。好啦，跌市嘅時候啊，因為重壓科技股咧，好多時咧真係會股價暴跌4-5成嘅，市值蒸發好快。咁變相如果你係揸有高息股或者必需品股咧，咁跌幅咧可能咧只係得10% 或者10零個%左右，股息亦都會相當穩定，亦都會幫你保持一定嘅現金流嘅。咁如果熊市期間啊，可能買咗 Tesla 或者 Amazon 呢啲咧，就真係好多時咧就上咗人生一課啦，因為佢嘅波幅量咧比較大。咁但係如果呢啲時間如果你買 P&G 啊、可口可樂嗰啲咧，雖然咧未必賺到大錢，但係咧就最少未必要輸到要捱麵包噶啦。咁我哋又嚟比較一下啦，例如2008年啊，科技股跌5成嘅時候咧，必需品行業咧就跌2成；2022年啊，科技股跌3成嘅時候咧，必需品行業咧就只係跌8%。咁我哋再睇睇，如果公共事業又會點咧？2008年啊嘅時候跌15%，2022年幾乎係冇乜喐。咁你就知道咧，其實邊啲股票嘅類型咧係比較有防守性噶啦。其實有個好得意嘅數據就係咧，由1970年咧到2024年咧，高股息嘅股票咧回報咧係優於呢個 S&P 500嘅喎。尤其是喺熊市期間咧，高股息嘅股票咧跌幅咧比大市咧跌少成3至5成嘅。而股息再投資嘅策略咧，回報比單純持有指數 ETF 咧就更加高添。咁所以咧，股息股咧可能咧就唔係升得好勁，但係當你見到熊市嘅時候，科技股跌到傻咗，但係你手上面揸住可能可口可樂啊、P&G 啊、麥當勞嗰啲，咁你到時就真係知道水退嘅時候邊個冇着褲啦。熊市防禦性資產選擇啦，咁啊防禦性資產咧有幾種嘅，第一種叫做 consumer staple 必需品消費股，例如可口可樂啊、P&G 啊、麥當勞呢啲，熊市咧就唔會太過影響呢個需求，亦都有穩定嘅現金流。第二種公共事業或者 REIT， 例如 Duke 啊、So 同埋 AWK 啊，佢哋嘅收入穩定，利率影響亦都比較低。第三種係高股息股票啦 ，Dividend Aristocrats、Johnson & Johnson 啊、3M、AT&T 啲派息歷史咧25年咁長噶啦，股息咧都穩定成長噶。跌市嗰陣，你仲冇飲可樂，仲使唔使交電費，仲使唔使行超市呢？所以啊，防禦性股票啊，就係跌市嗰陣最穩陣嘅選擇喎。所以可能咧，大家都要發現咧，當你持有高股息股嘅時候咧，就算跌市咧，都仲有現金流啊，心理壓力咧就會細好多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嚟講下高股息股票嘅3種優勢。熊市跌幅嘅時候較細啦，波動性就低啲，長期派息有穩定嘅現金流啊，適合長期嘅投資者減少心理壓力啦。咁我諗下，如果買 P&G、可口可樂、麥當勞嗰啲，究竟佢哋喺跌市嘅時候，呢啲公司會唔會執笠呢？
咁好啦，我哋去到第4部分啦，保留呢個流動性低位抄底，就唔會錯過2008年嗰啲咁嘅機會噶啦。熊市冇現金啊！最慘就係見到平嘢就冇金執，股神都話現金為王啊！點樣準備流動性等跌市抄底呢？咁你而家究竟有冇揸住啲高息股啊，同埋防禦性股票，定係仲係繼續 all in 緊科技股呢？跌市嗰陣啊，最慘啊，唔係你買咗一啲跌咗50% 嘅股票啊，而係你想買都冇錢買啊。當市場暴跌啊，股神都話要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， 但問題係你都冇流動資金，點去貪婪呢？好啦，我又舉翻兩個 case， 第一個槓桿就滿倉啊，市冧就冇錢加倉，見到市場低位就冇晒錢入市，就眼擎擎望住個市啦。咁第二個 case 就保留30%現金，市場跌20% 嘅時候先開始加倉，最後尾可能做到成功吸納，3年後資產翻倍啦。你望住 S&P 低位上升咧，但你冇得買咧，呢種感覺咧隨時仲難受過高位接飛刀。咁我哋睇翻歷史數據啦，2008年金融危機後嘅3年咧，其實 S&P 咧低位反彈咗150%㗎。2020年 Covid 之後2年咧 ，S&P 低位反彈120%。如果當時有現金低位買 Amazon 咧、Apple、Nvidia 咧，回報率咧超過成3倍㗎。咁巴菲特嘅現金流管理策略會係點咧？2020年股災啊，巴郡都係揸住1000億美元現金啊，就梗係成功低位執到貨啦。去到而家2025年啊，巴郡啊，而家有成3000幾億美元現金啊。當然梗係等待市場機會啦。巴菲特唔係亂買股票㗎，佢有大量現金等機會。咁你有冇呢？你又準備幾多錢去等呢個跌市呢？好啦，咁我哋就講呢個抄底資金配置法啦。咁首先梗係當然要預留20至30% 現金啦。熊市嚟嘅時候，手上面有足夠現金可以隨時入場啊，避免滿倉被動啊，等市場反彈啦。第二，採取呢個分批買入法啦。市跌10% 嘅時候就買入30% 嘅預備資金，市場再跌20% 就先再買30%，市場跌30% 咧，先將其餘資金投入啦。第三種，現金唔一定要全部放銀行噶，可以用喺短期高息資產啦，例如啦貨幣市場基金啦、Money Market Fund 啦、短期美債啦、3至6個月嘅國債咧，利息就高過40% 啦，高息存款賬戶啦 ，High Yield Saving 啦，呢啲都係一種另外保持現金但有息收嘅方法嚟噶。咁我又可以諗下兩個 case 啦。如果市場跌冇錢抄底就得個等字。第二個 case 市場跌手有現金慢慢加倉，幾年後就賺翻個得。市場崩盤嘅時候啊，你想做冇錢買股票嗰個人啊，定係做冷靜留低嘅投資者呢？所以抄底策略3大關鍵，保留20至30% 現金啊，避免呢個滿倉被動等待啦。第二，採用分批買入法，避免一次性 all in 啊。第三啊，利用短期嘅高息資產提高呢個資金效率啦。你而家有冇準備現金可以喺低位入市啊？而家做緊定期存款啦，買咗美債啊，定係用咩方法呢？股市跌到心慌慌啊，點解巴菲特咁冷靜嘅呢？恐慌性拋售嘅代價有幾大？學識呢一招啊，等你市場跌50%都仲 hold 得住啊！咁你而家有冇準備好現金去等跌市啊？同埋想唔想知道點樣去心理建設 hold 住個市場恐慌呢？我哋就嚟下一部分啦。當市場大跌20%、30%，甚至乎係50% 嘅時候，你究竟會點做呢？好啦，嚟緊落嚟，我哋比較翻兩種散戶行為啦。第一種 FOMO 入市啊，跌市恐慌賣出。股市狂升嘅時候，哇唔買輸一世啊！股市開始跌啦，唔使驚，仲會慢慢升翻上去嘅。股市跌20%，開始有啲驚，但係仲係 hold 住。股市跌40%啊，唉算啦，清倉啦，唔玩啦。結果咧就喺低位割肉，市場升翻就錯失反彈啦。另一個有心理建設，亦都準備長期持有嘅。股市狂升嘅時候，穩住，估值係好高噶啦。股市開始跌，正常波動，繼續定投啦。股市跌20% 嘅時候，機會嚟啦，分批買。股市跌40%，市場恐慌，我仲有現金，都仲可以加碼。結果低位買入咧，市場升翻就可能賺成倍噶啦。咁你就會見到咧，你輸唔係因為市場跌啦，而係因為你心理唔夠強咋。因為咧歷史咧恐慌性賣出嘅代價咧，每一次咧其實之後咧都反彈超過1倍嘅。2008年金融危機嘅時候咧 ，S&P 跌57%咧，3年後就反彈150%啦。2020年 Covid 一個月跌成35%，但係2年之後咧就升翻120%。如果喺跌40% 嘅時候割肉咧，後尾市場反彈咧，你就會錯失最大嘅回報噶啦。最常見嘅投資錯誤啊，喺市場最低點拋售啦。JP Morgan 報告顯示咧，過去20年咧 S&P 最好嘅10日漲幅咧，通常咧都發生喺市場剛剛升翻嘅時候噶。如果錯過呢10日啦，長期回報會減少成50%噶。所以如果你喺跌市嘅時候賣出，你就會錯過市場最快速嘅反彈噶啦。咁究竟點樣建立呢個熊市心理質素呢？3個心理建設技巧啦。
記住長期投資回報規律 ，S&P 500過去100年啦，每次大跌之後都會創新高嘅。從1929年至今啊，美股年化回報率咧仍然都係達8至10%。第二，設定市場崩盤行動計劃啦，事先規劃好啊，市場跌20% 嘅時候點做，跌40% 嘅時候又點做呢？有計劃就唔會臨場恐慌賣出啦。第三，避免過度關注市場波動啦，冇事你就唔好成日睇盤啦。短期價格波動咧係市場嘅噪音，長線投資要專注大趨勢啦。如果你每日都盯住盤跌2% 你就驚，咁咧真係遲早都會割肉噶啦。咁我哋又試下舉兩個例子啦，一個就每日都望住盤，市跌5% 就嚇到要想買啦。第二個就1年睇一次，市場大跌嘅時候咧，反而咧仲有錢加碼買入啦。咁所以咧，你每日睇個盤咧，你遲早咧都會頂唔順割肉咧，就唔好成日望住個盤，投資完就當冇事發生就算啦。咁所以心理建設嘅3大關鍵啊，相信市場都長期都仲係向上嘅，唔好短線恐慌先。第二個，預先設定市場崩盤行動計劃，唔好臨場亂決定啦。第三，減少關注短期波動啊，投資好多時就真係應該 buy and hold 噶啦。你有冇試過因為恐慌而賣出，但係又發現市場就即刻反彈喎？呢啲都好似係好常見嘅現象。如果你遇過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今日講嘅5大熊市保命策略，你仲記得幾多呢？下面我就同大家一齊溫故知新啦。好啦，5大保命策略總結啦。第一，分散投資，避免單點爆炸啦。第二，定期定額啦，長期平均買入。第三，高息股同埋防禦資產呢，熊市避風港嚟嘅。第四，保留流動性啊，等低位抄底啦。第五，心理建設，避免恐慌性賣出啦。咁如果你一開始實行呢5招咧，美股跌30%咧，你都可以冷靜應對啦。咁究竟你想做巴菲特啊，定係做一條韭菜呢？今日你覺得邊一招最實用啊？歡迎都留言話俾我哋聽。如果大家都中意以上嘅內容，記得 like 翻、subscribe 翻同 share 翻 channel，唔好忘記撳鈴鈴。我哋下次繼續分享唔同嘅財務資訊，下次見，拜拜。